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感人的两岸婚恋故事，讲的是一位大陆来的陆配爸爸第一次来台北，看到街头抗议后的真实感受。这个故事啊，真的让我这个做了10几年红娘的老阿姨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我记得那是去年深秋，认识了一对两岸恋人，台湾姑娘小文和大陆小伙子阿强。他们的相识充满了浪漫色彩。小文在上海读研时认识了在同一所大学教书的阿强，两个人从同事到恋人，再到决定携手一生，这过程中少不了我这个红娘的牵线搭桥啊。毕竟两岸婚姻有很多事情需要操心，我自然也成了他们的情感顾问。经过1年多的恋爱长跑，两人终于决定在台北举办婚礼，这可把阿强的父母乐坏了。尤其是阿强的爸爸老郑，一个在国企工作了30多年的传统大陆男人，对儿子能找到一个台湾媳妇感到无比自豪。但同时呢，老郑心里也有些忐忑不安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台湾这片土地。丽姐，我爸妈对台湾的印象全是从电视上看来的，特别是我爸，总觉得台湾是个不安全的地方。阿强在电话里跟我抱怨，他总担心台湾天天游行示威，到处都是社会动荡。您说这该怎么办啊？听完阿强的话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这种情况我见多了，很多大陆亲友第一次来台湾，都带着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。我安慰阿强说，你别担心，让老人家亲自来看看就明白了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嘛。11月初，阿强一家终于来到了台北。我和小文一早就去桃园机场接机，远远的就看到了推着行李车的阿强一家。老郑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，高高大大的身材，浓眉大眼，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，一看就是个实在人。伯父伯母好，欢迎来到台北。小文热情的上前打招呼，那股台湾女孩特有的温柔甜美，立刻就让阿强父母笑开了花。哎呀，小文啊，终于见到真人了，比视频里还漂亮啊！阿强妈妈拉着小文的手不放，脸上笑出了褶子。老郑则显得拘谨许多，只是点点头，用略带紧张的目光打量着四周，似乎在确认环境的安全性。我看出了他的顾虑，主动上前搭话，郑伯伯，别担心，台湾很安全的。这几天我和小文会带你们好好逛逛，保证让你们对台湾改观。老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不是，我就是第一次出远门，有点紧张。坐上计程车后，老郑的目光始终没离开窗外，从机场到台北市区的一路风景，从高速公路两旁的青山绿水到逐渐密集的城市建筑，老郑都看得津津有味。哎，这路修得真好，比我们那儿还干净整洁呢。老郑忍不住感叹道。是啊，台湾的公共建设做得很不错的。我笑着解释，而且您可能不知道，台湾的交通守规非常好，闯红灯、随便变道的情况比大陆少多了。真的假的？老郑半信半疑。爸，等会儿您自己看就知道了。阿强笑着说。车子驶入台北市中心时，正值下班高峰期，街上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我们计划先带老郑夫妇去小文家安顿下来，然后再去附近的夜市尝尝台湾美食。就在我们经过台北市政府附近时，车子突然慢了下来，前方路口似乎聚集了不少人，有警察维持秩序，还有人举着标语牌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阿强妈妈紧张地问道。哦，应该是有人在抗议吧。小文淡定地解释，最近政府推出了一项新政策，有些民众不满意，所以组织了和平示威抗议。老郑一下子警觉起来，不会有危险吧？要不我们绕道走。计程车司机师傅听到后，转头笑着用台湾国语说，不用担心啦，这种小规模抗议在台北很常见的，他们就是表达一下意见而已，很和平的啦。警察也在那里维持秩序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尽管如此，老郑还是紧张地握住了妻子的手，眼睛死死盯着窗外的抗议场景。我们的车缓缓通过抗议现场，令老郑惊讶的是，抗议群众非常有秩序，他们在人行道上整齐地站着，举着标语，有人拿着扩音器发表讲话。周围的警察看起来很放松，只是维持交通秩序，并没有对抗议者采取任何强制措施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路过的行人和车辆都很正常的通行，没有人显得慌张或害怕。这就是抗议。
老郑一脸不可思议。是啊，台湾的民众表达诉求很文明的。小文解释道，只要不影响公共秩序，大家都尊重表达自由。那警察不抓人吗？老郑追问。这个问题让车里所有人都愣了一下，随后爆发出善意的笑声。伯父，为什么要抓人呢？小文温柔地说，他们又没有犯法，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已。在台湾，和平示威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啊。老郑沉默了，他似乎在消化这个对他来说有些震撼的概念。难道不怕被抓吗？过了一会儿，老郑喃喃自语道，声音里满是不解。我看得出来，老郑心中的某些东西正在被动摇。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人，我深知两岸文化差异有时候会带来怎样的冲击，但这种冲击往往也是促进相互理解的契机。到了小文家，我们帮老郑夫妇安顿好行李。小文的家在台北信义区的一栋公寓里，虽然不算特别豪华，但干净整洁，装修精致，窗外就能看到台北101的夜景。小文，你家住的真不错啊！阿强妈妈由衷赞叹道。还好啦，小文有些不好意思，我爸妈在台北创业多年，能买下这套房子也是不容易的。晚饭后，我们决定带老郑夫妇去附近的宁夏夜市逛逛。一出公寓楼，老郑就被台北夜晚的繁华景象吸引住了。明亮的街灯，整洁的人行道，川流不息却又井然有序的车流，处处都显示着这座城市的活力与秩序。台北比我想象的要繁华得多啊！老郑边走边感叹，我原本以为台湾经济不行，到处都很落后呢。爸，您这观念可得更新一下了。阿强笑着说，台湾的人均 GDP 比大陆高多了，人家可是发达经济体。是吗？我真不知道。老郑有些尴尬地挠挠头，我们那边的新闻总说台湾经济不行，年轻人都没工作。伯父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问题啦。小文很有外交手腕的回应，台湾确实面临一些经济挑战，但整体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。您多看看，自己判断吗？夜市的热闹景象彻底征服了老郑夫妇，各种台湾小吃的香味飘满整条街，大大小小的摊位前挤满了人，欢声笑语不断。我们带他们尝了臭豆腐、蚵仔煎、鸡排、珍珠奶茶等台湾特色美食，老郑吃得满头大汗，却又赞不绝口。太好吃了，这比我们那边的夜市强多了。老郑一边擦汗一边说，而且你们这里的东西也没我想象的那么贵嘛，台湾的物价其实挺亲民的。我解释道，有些东西甚至比大陆便宜呢。逛完夜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经过一个公园，里面有不少人在练太极拳和广场舞。老郑看得驻足不前。怎么了，爸？阿强问道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点亲切。老郑笑了笑，看来两岸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差不多啊。那当然啦，我们都是中国人嘛，只是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而已。小文自然而然地说出这句话，让老郑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回到家，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聊天。老郑突然问道，小文啊，今天那个抗议的事情在台湾是不是很常见？还好啦，算是比较常见的公民表达方式吧。小文回答，只要是和平理性的，政府一般都不会干涉的。那你们不担心这样会影响社会稳定吗？老郑继续追问。伯父，其实这恰恰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之一呀。小文耐心解释，当民众有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，矛盾和问题就能被及时看到并解决，反而避免了积累太多不满，影响啊，赌不如输吗？老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似乎真的被这番话触动了。第二天，我和阿强一家去了台北著名的景点自由广场，这里曾是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场所，也是许多重要集会和纪念活动的举办地。站在宽阔的广场上，阿强给父母介绍着这里的历史。当讲到台湾的民主发展历程时，老郑静静地听着，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。其实台湾也经历过威权时期，小文补充道，民主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是一代代人争取来的。我外公就参加过当年的民主运动呢。真的吗？老郑惊讶地问。他后来怎么样了？他因此坐过牢，但现在已经平反了。现在每年他都会来参加纪念活动，很自豪自己曾为台湾的民主化出过一份力。
小文平静地说。听完这些，老郑长久地站在广场中央，仰望着蓝天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中午吃饭时，我们去了一家老台北人开的牛肉面馆，店里的电视正播放着政论节目，几位来自不同政党的评论员正激烈地辩论着某项政策的利弊。哇，这么直接的吗？老郑惊讶地看着电视，他们就敢这样公开批评政府？当然啊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小文有些不解，这是正常的民主讨论啊，在台湾，政府官员被骂是家常便饭了。我笑着补充，前几天蔡英文出席活动，下面还有人高喊政府无能呢，他就站在那里听完了。老郑一时语塞，那政府怎么维持威信啊？真正的威信不是靠压制批评声音来维持的。阿强接过话题，而是通过倾听民意、解决问题来赢得的。您说是不是？老郑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低头吃面。但我能看出他的思想正在激烈碰撞。下午，我们去了台北101购物中心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，琳琅满目的国际品牌，熙熙攘攘的购物人群，都让老郑夫妇惊叹不已。这里比上海的商场还热闹啊！阿强妈妈兴奋地说，我看台湾的经济挺好的嘛，各有各的好吧。小文谦虚地说，大陆现在发展的也很快，尤其是科技方面，有些领域已经领先台湾了。是啊，我附和道，两岸要是能优势互补，一定会更好。我认识不少两岸合作的企业家，他们都说只有互相借鉴，才能共同进步。说得对，老郑突然开口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本来就应该多交流，互相学习嘛。这句话让我们都笑了起来。看来老郑的观念真的在悄悄改变。当晚，我们带老郑夫妇去了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。这里的夜生活丰富多彩，各种小店和表演让人目不暇接。正当我们走过一个路口时，前方又出现了一群举着牌子的人，又是抗议吗？老郑问道，声音里已经没了昨天的紧张。不是抗议，是环保倡议。小文解释道，他们在宣传减少塑料使用，保护海洋生态。我们走近一看，果然看到几位年轻人在派发宣传单，旁边还摆着海洋塑料污染的图片展览。一位年轻女孩热情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传单，伯父伯母，请支持减塑行动，保护我们共同的海洋。女孩用普通话说道，可能看出了老郑夫妇是大陆来的。好，我们一定支持。老郑接过传单，认真地看了起来。爸，您看，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表现。阿强解释道，在台湾，民间组织和个人可以自由地为公共议题发声和行动。我明白了。老郑若有所思地说，这种方式其实挺好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带老郑夫妇游览了台北的各个角落，从历史悠久的故宫博物院到现代化的信义区，从传统的迪化街到文艺的松山文创园区。每到一处，老郑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不停地拍照记录，还时不时地与当地人攀谈起来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随着对台湾了解的加深，老郑的态度明显变得开放了很多。他不再对街头的小规模集会紧张，甚至开始主动询问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运作方式。在婚礼前夕的一个晚上，我、阿强一家和小文一家在台北信义区的一家餐厅聚餐。饭桌上，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两岸关系这个敏感话题。其实，台湾和大陆就像一家人，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暂时分隔两地而已。小文的爸爸端起酒杯说道，我们应该多交流，增进了解。没错，老郑举杯应和。这几天在台北转了转，我才发现以前对台湾的很多认识都是错的。台湾比我想象中要繁荣得多，民众生活也很自由自在。那您现在对台湾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？小文妈妈好奇地问道。老郑沉思片刻，认真地回答，最让我震撼的是台湾社会的包容性和开放程度。比如说街头抗议这件事，在大陆，我们总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会影响社会稳定。但来了台湾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和平理性的表达，反而能够促进社会进步，减少矛盾积累。爸，您这思想觉悟提高得够快的啊！阿强打趣道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思想僵化了点，但还不至于不讲道理吗？老郑笑着说，我这人向来实事求是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亲眼看到的东西当然比道听途说可信多了。饭后，我们沿着信义区的街道散步，
夜晚的台北华灯璀璨，台北101在夜色中格外壮观。老郑走在前面，和小文的父亲聊得火热，仿佛找到了知音。老张啊，你们台湾的选举是怎么回事啊？真的每个人都能投票吗？老郑好奇地问道。当然啦，小文爸爸笑着回答，我们普选已经实施多年了，从总统到地方首长，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。虽然有时候政治口水战很激烈，但这个制度还是挺好的，至少政府做得不好，人民可以通过选票表达不满。那要是选出来的人不称职怎么办？老郑继续追问，那就下次不选他喽。小文爸爸哈哈大笑，政治人物都明白，要想连任就得真心实意为民众办事，否则下次就没票了。有道理。老郑点点头，似乎对这种制衡机制很是赞同。走到一处小公园时，我们看到几位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分发传单，上面写着关于某项教育政策改革的诉求。这么小就参与社会议题啊？老郑惊讶地问道。现在的孩子都很有主见的。小文妈妈笑着说，台湾学校很注重公民教育，鼓励学生关心社会议题，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确实应该从小培养公民意识。阿强妈妈若有所思地说，我们那边现在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教育了。回到小文家后，大家在客厅里继续聊天。老郑突然问我，丽姐，您经常接触两岸的年轻人，您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共同点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让我不禁陷入思考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确实见证了不少两岸姻缘，也深刻体会到了两地年轻人的异同。我觉得共同点其实很多。我认真回答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年轻人，都很重视个人发展和生活品质，都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，建立幸福的家庭。区别的话，可能是成长环境和价值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吧。比如台湾年轻人可能更注重个人表达和社会参与，而大陆年轻人则更务实，更有拼劲。说得太对了，小文赞同的点点头。我在上海交朋友时就发现，大陆的同学真的很拼，工作到凌晨都不觉得苦。而且现在大陆发展的这么快，机会也很多，难怪大家都这么有干劲。台湾年轻人也很优秀啊。阿强接着说，我就很欣赏台湾同学的创意和人文关怀，像小文他就特别关心社会议题，常常参加公益活动，这点我就很佩服。听着年轻人的对话，老郑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看来两岸年轻人之间的了解比我们这代人深多了，这是好事啊。婚礼当天，台北下起了绵绵细雨，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喜悦心情。婚礼现场布置的温馨浪漫，来自两岸的亲友欢聚一堂，场面十分热闹。作为两人的红娘兼证婚人，我看着台下坐着的老郑夫妇和小文父母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这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的结合，更是两个家庭，甚至可以说是两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婚礼进行到感言环节时，阿强首先发言，他真诚地感谢了双方父母的支持和理解，特别提到了父亲这几天在台北的变化。我爸一直是个传统的大陆男人，对台湾有很多刻板印象，但这几天在台北的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看法。爸，谢谢您愿意放下成见，用开放的心态来接纳小文和他的家人，接纳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。阿强的话让老郑眼眶湿润了。接下来轮到老郑发言，他站起身，深吸一口气，声音有些哽咽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小文的父母，把这么优秀的女儿嫁给我儿子。其次，我想说说这几天在台北的感受。老实说，来之前我对台湾有很多误解，总以为这里不安全，经济落后，充满动荡。但真正来了才发现，台北是一座非常美丽、有序、繁荣的城市，人们生活得很幸福，社会也很和谐。老郑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，最让我震撼的是那天看到的街头抗议。在大陆，我们很少见到这种情况，所以一开始我很紧张，甚至问出了难道不怕被抓吗？这种傻问题。全场轻笑起来，但带着理解和善意。但后来我明白了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成熟的表现。人民可以自由表达意见，政府能够倾听不同声音，这不是混乱，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和谐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儿子会爱上台湾，爱上小文的原因之一吧。说到这里，老郑的声音更加哽咽了。作为一个普通的大陆父亲，
我希望两岸关系能像我们两家一样，多沟通，多理解，搁置争议，着眼未来。我相信，只要两岸人民多一些交流，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。老郑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。小文的爸爸走上前，紧紧地握住了老郑的手，两位父亲相视而笑，眼中都闪烁着泪光。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深受感动，包括我这个见惯了婚礼场面的老红娘也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婚礼结束后的派对上，我和老郑坐在一起聊天，看着不远处正在与台湾亲友热络交谈的阿强妈妈，老郑感慨地说：“丽姐，这次来台湾真的让我受益匪浅。以前总觉得台湾和大陆差异很大，现在才发现我们骨子里都是一家人啊。”是啊，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只是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而已。我附和道：“相互理解，相互尊重，才能真正走进彼此的心灵。”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阿强会选择和小文在一起了。老郑微笑着说，不仅仅是因为小文本人优秀，更因为她代表着一种开放、包容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，这正是年轻人所追求的。您这悟性可真高，我由衷的赞叹，能有这种认识，真的很难得。哎，我也是被现实教育了啊。老郑笑着摇摇头，以前太固执己见，不愿意接受不同的声音和想法。这次来台北，亲眼目睹了不同的社会运作方式，才明白原来世界可以有这么多种可能性。那您最想把台湾的什么带回大陆呢？我好奇地问道。老郑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，回答：我觉得是那种理性包容的讨论氛围吧。在这里，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，理性辩论，而不必担心被扣帽子或者被边缘化。这种氛围对社会进步真的很重要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我点点头。其实两岸各有优势，大陆的高效执行力和发展速度也是台湾所羡慕的。如果能优势互补，一定会更好。没错。老郑举起酒杯，敬两岸美好的未来，敬两岸的美好未来。我也举杯相应。阿强和小文的婚礼结束后，我送老郑夫妇去机场，在候机大厅，老郑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中含着感激之情。丽姐，谢谢您这几天的陪伴和解说，让我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我会把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，告诉亲朋好友，台湾真的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笑着回答，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常来台湾走走，两岸多一些民间交流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一定的，下次我要带我们村里的老伙伴一起来。老郑兴奋地说，让他们也来看看台湾的繁荣和自由，打破那些刻板印象。看着老郑夫妇登机离去的背影，我心中充满了欣慰。这对我来说，不仅仅是成功撮合了一对两岸恋人，更见证了两个家庭，甚至是两地文化之间的真诚交流与相互理解。回到台北市区，我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个故事。很快，帖子获得了大量点赞和转发，许多网友留言分享自己的两岸交流经历，气氛温馨而和谐。一位网友的留言特别让我印象深刻，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，不应被政治所隔阂，通过民间交流增进了解，才能实现真正的心灵契合。感谢丽姐分享这个温暖的故事。阿强和小文的婚礼后1个月，我收到了阿强的信息，说他父亲回到家乡后成了台湾通，经常被邻居和亲友围着询问台湾的真实情况。老郑甚至在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办了一场我眼中的台湾分享会，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向村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立体的台湾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，理解始于相遇，友谊源于了解。两岸关系的改善或许不需要多么宏大的政治构想，而是需要更多像老郑这样的普通人，愿意放下成见，用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对方，用包容的胸怀去接纳差异。作为一名婚恋红娘，我见证过无数爱情故事，但像阿强和小文这样的两岸婚姻，总是格外令人感动。因为在他们的结合中，不仅有两个人的爱情，还承载着两个家庭乃至两地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包容。每一段两岸姻缘都是两岸关系微妙变化的缩影，每一次真诚的交流都是心灵距离缩短的见证。我相信，随着越来越多的两岸民众像老郑一样亲身体验彼此的生活，那些隔阂与误解终将被理解与尊重所取代。
好了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你也有两岸爱情故事想要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